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这本书，作者是美国的房地产大亨加里·凯勒。他还写过《百万富翁、房地产经纪人》等多本关于房地产的畅销书，销量超过1000万册。这本书是他的另一部力作，曾在亚马逊图书总榜上连续夺冠。我们顾名思义来看看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字面意思，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我们常常认为，要想成功，要想有所成就，就要学无数的东西，做无数的事情。但是作者却告诉我们，要想成功，要想有卓越的表现，就要学会舍弃很多事情，只专注于做最重要的那一件事，只做一件事就够了。作者表示，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反而让很多人不敢相信。作者自己也曾经不相信这个道理，他觉得成功的秘诀不可能这么简单。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他创业的前10年，他建立了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想要把业务扩展到全球各地。他本以为自己已经站在了事业的巅峰，没想到公司却突然陷入了危机。他竭尽全力，却无法挽回局面。他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四处求助，希望有人能救他一命。就在这时，他的一位老师伸出了援手。他们一起散步，老师仔细听了他的遭遇，开始思考解决办法。当他们快要走完的时候，老师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方案。老师问他，你觉得要想扭转乾坤，你应该做什么？加里·凯勒摇摇头，说不知道。老师在墙上写下了14个关键职位，说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能让公司重获新生。那就是把这14个关键职位都交给真正合适的人。只要你选对了这14个人，公司就能走向光明。加里·凯勒惊呆了，他难以置信答案竟然如此简单。他问老师，这个方案是不是太简单了？是不是应该再多做点什么，才能保证成功？老师说，耶稣只需要12个门徒，你只需要14个人才。加里·凯勒的人生在这个时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辞去了公司 CEO 的职务，开始专注于寻找14个关键职位上的合适人选。这个决定奏效了，他成功地找到了这14个人才，让公司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持续盈利。而且公司的利润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从一个地区性的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司。但是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加里·凯勒在与这14个人才讨论工作时，会简要概括他们在当前阶段要完成的几项任务。但是令他头疼的是，这14个人才虽然能够完成大部分任务，但是有时候却会忽略最重要的那一项任务，导致工作进展受阻。加里·凯勒试图与他们沟通，简化他们的工作，把本周要做的几项任务缩减为本周最重要的3项任务，然后又缩减为本周最重要的2项任务。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最后，他决定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只做一件事。他就这样问他们，你本周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什么？哪一项任务一旦完成，就能让其他的任务变得更容易或者不那么重要？加里·凯勒在这个时刻意识到了一个简单而又不易相信的道理，只做一件事。他按照这个道理去指导他的14个关键人才，结果他们的业绩飞速提升。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发现每当公司取得巨大的成功，都是他专注于做一件事的时候。加里·凯勒思考了一个问题，每个人每天都有24小时，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功，有的人却失败呢？那些成功的人为什么能够做更多的事，达到更高的目标，赚到更多的钱，拥有更多的东西呢？如果我们把时间看作一个人事业的原始资本，那么每个人的原始资本都是每天24小时。成功的人是怎么分配他们的原始资本，并且得到远远超过于别人的收益的？加里·凯勒认为答案就是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把所有的行为和精力都紧紧地围绕着他们的目标。
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很多可以做但是不是必须做的事，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想要取得最好的结果，就要尽量缩小目标。但是大部分人不太相信这一点，他们认为要做成大事，一定会消耗很多时间，一定会经历很多次的波折，所以他们会把计划排得非常满，日常紧张到不行。结果呢，成功却离他们越来越远了。你的时间和精力是宝贵的资源，你不能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如果你想样样都做，结果可能是一事无成，什么都做不好。你一心想要多才多艺，结果却降低了效率，压力太大会影响你的身心健康，让你没有时间享受生活。加里·凯勒认为这是走上歧途了。成功其实有一个简单的秘诀，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把你的时间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一件事上。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平时不是这么做的，因为我们对于成功有很多错误的认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关于成功的谎言，实际上这些谎言会误导我们，阻碍我们获得成功。因为这本书的主题是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所以加里·凯勒特地收集了一些和这个主题相反的格言，比如说每件事都很重要，多任务处理效率更高，自律和意志力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他认为这些都是谎言。让我们来看看他收集的第一个格言，每件事都很重要。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做，有些事情还要拖到第二天才能完成，然后事情就越积越多，永远做不完，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成功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忙才会靠近我们。其实，在很多事情中，只有少数几件事是真正重要的。在很多领域中，80%的结果来自于20%的原因。比如说，在一个公司中，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客户；在一个国家中，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在一个学校中，80%的成绩来自于20%的学习时间。如果我们能够找出那20%最重要的原因，并且把80%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它们上面，那么我们就能够大大提高效率和质量，取得更好的结果。相反，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精力平均分配在所有的事情上，那么我们就会浪费很多资源在那些无关紧要或者影响不大的事情上，导致效率低下和质量差。所以说，每件事都很重要，这个格言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只有少数几件事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出那些最重要的事，并且专注于做好它们，那么我们就能够更接近成功。我们的劳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因为我们的工作方式很多时候是盲目的，没有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这是我们常见的误区。为了完成更多的事情，我们就试图提高时间管理能力，制定各种待办事项清单。这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可以帮助我们专注于手头的任务。但是我们也容易受到清单的束缚，觉得必须把清单上的每一项都完成。而且我们安排事情的优先级也会不自觉地受到清单的影响。那么成功人士是如何处理事务的呢？他们在做决策之前会进行充分的思考，直到找出最重要的任务，然后以最重要的任务为中心，围绕它安排其他的事情。他们往往会优先做一些普通人会拖延的工作。对于待办事项，他们也有清晰的认识。他们不会制定冗长复杂的待办事项清单，而是会制定一张简洁明了的成功清单。成功人士是如何把普通的清单变成成功清单的呢？让我们来看看约瑟夫·朱兰的例子。朱兰是一位密码学家，他在科学和商业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他曾经受到通用电气公司的邀请，根据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原理，评估公司给管理层制定的薪酬方案是否合理。他发现，公司给管理层分配了过多的奖金和股票期权，而这些激励措施并没有提高管理层的绩效和创新能力。相反，
他们只是增加了公司的风险和不稳定性。朱兰建议公司应该根据帕累托法则，只给最优秀的20%管理层提供奖励，而不是给所有人都提供同样的奖励。这样可以激发管理层更加专注于公司的核心目标和战略。帕雷托的理论是什么呢？他是19世纪的帕雷托认为，世界上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里。这看起来是不公平的财富分配，但是朱兰发现这可能是一个通用的规律。后来人们就把这个规律叫做28法则。28法则的含义是，大部分的结果产生于少数的原因，也就是说，成功也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用很少的努力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情况很常见。所以，我们要有选择的付出，才能有效的收获。加里·凯勒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几个关键的选择让他达到了今天的高度。比如说投资，他的大部分财富都来自于几次正确的投资。所以，我们可以借鉴28法则，把待办事项变成成功事项，就是从你要做的事中挑出最重要的20%，然后在这20%里面再筛选，直到你找到那个最关键的事。成功的第二个谎言是一心多用会提高效率。既然做最关键的事是重要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分心做其他事呢？09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做了一个研究。他想了解所谓的多任务处理者是如何同时完成多个任务的。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他自己没有这种能力，所以一直很佩服那些能做到的人。这位教授和研究团队对200多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在同时处理多项事务时的表现。他们将调查对象分为2类，一类是经常同时处理多项事务的，一类是不经常这样做的。他们预期前者的工作效率会更高，然而调查结果却出乎他们的预料。这位教授说，我本来以为多面手一定有某种特殊的能力，结果发现他们完全没有把握好事情的轻重缓急，表面上看似样样都能应付，没有什么难题能够阻挡他们，实际上每一件事都做得不尽如人意。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学生同时参加了3个社团的活动，还要准备期末考试和毕业论文。他以为这样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和时间管理，但是结果却是3个社团的活动都没能做好，期末考试和毕业论文也都拿了很低的分数。所以说，人能同时兼顾几件事，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问题在于，这种做法现在很盛行，很多人觉得应该同时兼顾几件事，并且为此不遗余力。我们常常会认为这样的做事方式是高效率的体现，经常讨论我们怎么才能掌握这种技巧。公司在招聘的时候也把它视为一种明显的优势，但是其实它只是一个盲目的谎言。同时处理几件事既不高效也难以成功。如果你试图同时做2件事，结果要么就是无法完成，要么就是2件事都做得不好。有句话说得好，同时处理几件事等于同时搞砸几件事。我们有时候可以一心多用，比如说我边走边聊天，我边吃饭边看导航，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做2件需要我们集中精力的事情。奇怪的是，现代人特别喜欢给别人展示自己的多才多艺，比方说边工作边听歌，边开车边接电话，边吃饭边刷手机。有时候啊，我们不是时间不够用事情太多，而是一直在暗示自己要同时做很多的事，更多的事。原来做一件事情的时间，我们现在希望啊，可以做2件事甚至3件事。那我们来说说我们的工作场景。我们的办公室就是一个要求每个人都要有3头6臂的地方。你正专注于眼前的某一个项目呢，突然有人咳嗽了，问你有没有止咳药。办公室里的电话还一会儿响一下，一会儿响一下，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幸免。而且还有什么？邮箱里的邮件永远处理不完，手机不停地震动说你收到新消息，一堆快递没拆，一堆事没做，而且总是有人无休无止地问你事情的进展怎么样了。
所以这种分心干扰中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调查研究所一般来说，员工在办公室每11分钟就会被打断一次，他们每天有1/3的时间花在从干扰中恢复的过程。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得在规定时间完成任务，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或者在任务中切换来切换去。这样的说法不过就是自欺欺人而已。研究人员发现，切换任务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如果说简单的任务多，消耗的时间成本小于等于 25%。如果是复杂的任务多，消耗的时间很有可能超过 100%。结果我们在一个工作日里，平均有 28% 的时间就浪费在任务切换上。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为多面手这个形象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关于成功的第3个谎言是自律和意志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成功和意志力捆绑在一块，好像说有了意志力就一定会成功。但是问题是，对于咱们大多数人来说，意志力并不是说我想要就有，我随传随到。同时呢，我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可以把意志力看作是手机剩余电量的那个指示条。每天早上它可能是充满电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不断的使用你储存的电力，它就被消耗了。你需要找到合适的时候重新充电，而不是说一直使用它。我们大家都知道要有计划地使用有限资源，但是你却没有把这么重要的意志力当成个人的有限资源来规划。这么一来，等到我们真正需要意志力来完成重要任务的时候，可能它已经耗光了。比如说，你晚上回家后就开始吃零食、看电视、玩游戏等等，这些都会让你感觉舒服和放松，但是也会消耗你的意志力。当你想要早点睡觉，或者做一些有益于自己成长的事情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没有动力或者兴趣去做了。你可能会选择继续沉迷于无聊而无益的事情，或者熬夜、失眠、焦虑等等，这样你就损害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更重要的是，假如你早上起床后就开始刷手机、看新闻、社交媒体、视频等等，这些都会消耗你的注意力和意志力。当你到了工作岗位，你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神去处理重要而困难的事情，你可能会选择做一些简单而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者拖延、分心、犹豫等等，这样你就错过了最佳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如果你能够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说早上先做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再用剩余的时间去做其他事情，那么你就能更好地利用你的意志力。根据现代研究，意志力是一种消耗性的心理资源，它虽然强大，但是不持久。当我们动用意志力时，我们的血糖水平会迅速下降，这就像我们的肌肉在运动后会感到疲劳一样。因此，我们可以把意志力比作一种需要时间恢复的有弹性的心理肌肉。如果我们在一件事情上花费太多的意志力，又没有等待它恢复就开始下一件事，我们的表现就会不尽如人意。这就像我们在跑完一场马拉松后，又马上去做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一样。这时候，你就需要给大脑补充营养，比如吃一些能够缓缓提升血糖的食物，或者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食物等等。这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体力和精神。所以，想要有效利用意志力，就需要我们有意识地抓住好时机。在每天意志力最旺盛的时候做最重要的事，在意志力耗尽之前把它完成。这就像我们在早上精神饱满的时候处理最紧急的任务一样。自律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从人性角度来看，你不可能期望自己时刻保持自律，而是应该通过有规律的训练方法和足够长的训练周期来培养某一个习惯。成功的秘诀就是选择一个正确的习惯，训练自己养成这个习惯。如果这个习惯已经融入你的生活，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自律的人了。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每天早起锻炼身体，
坚持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这已经成为了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培养一个好习惯并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但是一旦我们坚持下来，习惯就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维持它就不再那么费劲了。那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让自律变成我们的习惯呢？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平均需要66天。也许你曾经听说过21天就能养成一个习惯的说法，但这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不要轻易放弃，坚持66天你就会看到效果。而且培养好习惯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光环效应。澳大利亚的一些研究者发现，在习惯养成过程中，参与者不仅成功地改变了目标行为，还在其他方面也有了积极的改善。比如，他们反映自己的压力水平降低了，冲动消费减少了，饮食更加健康了，看电视的时间也缩短了，甚至连堆积的脏碗碟也愿意及时清洗了。这说明，坚持好习惯不仅会越来越轻松，还会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如果你还不相信自律能带来这么多好处，那么就看看游泳界的传奇人物迈克尔·菲尔普斯吧。他小时候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失症。他的幼儿园老师曾经对他的母亲说，菲尔普斯总是坐不住，根本无法安静下来。很抱歉，你的儿子完全没有专注力。但是这个似乎和成功毫无关系的孩子，却创造了28枚奥运奖牌的奇迹。他的母亲自豪地说，迈克尔有着惊人的专注力。他的教练也认为他的专注力是他最强大的武器。这一切都源于他从小就培养了自律的习惯。菲尔普斯的转变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背后的秘密就是多年来不懈的训练习惯。从14岁起，他就开始了每周7天，每天6个小时的泳池训练，没有任何假期或休息。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上。正是这种自律和习惯，让他在泳坛创造了奇迹，成为了无人能及的传奇。那么，在揭穿了这几个关于成功的谎言之后，我们可以回到这本书的主题了。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那么这件事到底是什么呢？你需要问自己一个关键的问题：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做了这件事，就会让其他的事情变得更简单，或者不再必要？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这个问题激发你去行动。最重要的事情意味着答案是一件事，一件具体的事，而不是很多事。尽管你可能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你要做出判断，否则你没有办法去继续做第2件事、第3件事。你必须选择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来做。第2个方面，我能做的。这个词语表明你要采取可能的行动。能做不是必须做，可能做或者我将会做。有很多的事我们必须做，可能做，将会做，但是永远不去做，因为能做而去做，这种力量比想做要大得多。第3个方面，为什么做了这件事，就会让其他的事情变得更简单，或者不再必要？这个问题帮助你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如果你能找到一件事情，它可以解决很多其他问题，或者让其他问题变得无关紧要，那么你就找到了最重要的事情。第2部分，做了这件事就会怎么样？这是在告诉你，你的答案必须符合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让你不再随意地找一件事做，而是要为了一个清晰的目标而去做一件事。做了这件事就会怎么样？这是在要求你深入挖掘，因为做了这件事之后，你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第3部分，让其他事变得更简单或者不再必要。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那么你必须要找到这样一个支点，让其他的事变得更轻松或者不用去做。当你完成了最重要的那件事之后，你就会发现，为了实现目标而要做的其他的事，其实可以用更少的努力来完成，或者根本就不需要去做。
你可以忽略那些琐碎的事情，就像给自己戴上了一副眼镜。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去改变你的生活轨迹，专注地去做那件最重要的事。关键问题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引导你找到最重要的那件事。在不同的时期，你只需要调整自己的注意力，重心思考关键问题是什么就可以了。根据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马丁·塞利格曼的研究，一个人想要拥有幸福，最重要的就是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事业，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当我们每天在做的事逐渐地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幸福感就会随之而来。取得成功的方法就是了解什么对自己真正重要，并且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来实现它。本书的作者加里·凯勒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畅销书作家，他在本书中分享了他的管理经验和生活智慧。他认为，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就需要用倒推法来规划自己的行动。什么是倒推法呢？就是从最终的目标开始，逐步倒推出每个阶段应该完成的任务，直到找到当前最紧迫和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方向和进度，避免走弯路和浪费时间。具体来说，倒推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一、确定你的长期目标，也就是你想在未来几年或者几十年内实现的愿望。二、根据你的长期目标，倒推出你在未来5年内应该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三、根据你的5年计划，倒推出你在今年应该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四、根据你的年度计划，倒推出你在本月应该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五、根据你的月度计划，倒推出你在本周应该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六、根据你的周度计划，倒推出你在今天应该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七、根据你的日程安排，倒推出你在现在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通过这样一层层的倒推，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目标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清晰而有力的行动指南。只要你按照这个指南去做，你就会发现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近了。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杰瑞·宋菲曾经分享过他的喜剧创作秘诀，那就是每天写一个笑点。他的做法是在墙上挂一幅巨大的日历，每当他完成了当天的笑点创作，他就在日历上用红色的笔画一个叉。他说这样一来，他就能看到一连串的红色印记，这会激励他保持创作的动力。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条红线断掉。其实，坚持不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而是由许多次短跑组成的接力赛。以上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作者揭露了我们对成功的一些常见误区。我们以为要想事业有成，就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就要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就要靠自律和意志力克服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关于成功的谎言。想要取得非凡的成就，你必须要明确你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围绕这个目标制定一个清晰的行动计划，找到当前最重要的行动。那么现在就来思考一下，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吧。我已经将这本书的电子书下载地址放在了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仅供学习使用，有需要的请自行下载阅读。我将和大家分享我收藏的1000本好书，敬请期待下一个视频。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思维源流的频道。